哈喽，欢迎来到兄妹物语。今天咱们不聊八卦，来聊点成年人的大实话，一个被社会当成伏地魔的禁忌话题：更年期和性。我知道，光是听到这几个字，可能有些姐妹已经脚底抹油，想溜了。别走，相信我，今天这集可能会是你人生某个阶段的救命稻草。故事要从一个网络上的留言说起。这不是虚构小说，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姐妹血淋淋的真实经历。她说跟老公性生活一直很合拍，直到4年前绝经，突然之间，仿佛身体里的某个开关被啪的一声关掉了，性欲急剧消失，性生活时干涩疼痛，哪怕用的润滑液也很快就干掉，每一次亲密都变成了一种折磨。她的老公大她4岁，身体状态很好，需求依然旺盛，一次次的失望，一次次的扫兴，久而久之，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。她很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已经有姐妹心头一紧，感觉膝盖中了一箭？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这是无数女性正在默默承受却羞于启齿的痛苦。你以为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吗？不，生活有时候比8点档连续剧还要残酷。这位姐妹的留言后来更新了，在她因为身体变化而痛苦挣扎的时候，她的丈夫，那个她想努力去满足的男人出轨了。对象是一个年轻她24岁的女博士后，男人向她摊牌说自己对女博士后动了真情，迷恋她的身体，要离婚去追求第二春。而我们的女主角，一个家庭主妇，由于缺少收入来源，面对的除了情感的背叛，还有未来生计的巨大恐慌。这个故事让人心碎，更让人愤怒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声讨渣男的影片我准备放到下期再谈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从这个悲剧里挖出问题的根源，找到我们的武器，为自己而战。OK， 让我们直面问题的核心。为什么好端端的性生活就从蜜糖变成了酷刑？是我们不爱了吗？是我们变渣了吗？都不是。姐妹们，请跟我大声念3遍，这不是我的错。这一切的幕后黑手，其实是我们身体里一场悄无声息的荷尔蒙大地震。根据研究表明，罪魁祸首叫做更年期泌尿生殖道症候群 （GSM）， 听起来很高大上，对不对？我给它起了个外号，叫妹妹的沙漠化危机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妹妹曾经是个水草丰美、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，而雌激素和雄性激素就是控制这个雨林生态的老天爷。他们按时降雨，让雨林保持湿润、Q 弹、充满活力。可到了更年期，这2位老天爷决定集体辞职去环游宇宙了。雨林没了雨水会怎么样？干旱、萎缩、失去弹性，而且这场地震不只影响天气，还会破坏基础设施。报告里特别提到很多停经后常见的共病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，都会损害我们的生殖器血管健康。用大白话讲，就是通往你热带雨林的那些水管和电缆生锈堵塞了。这就导致，即便天上下了点毛毛雨，水也送不进来，电也通不过去，换气和润滑当然就更困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为爱鼓掌的时候会干涩疼痛，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这是实打实的生理变化。就像你让一台没机油、水管还堵塞的引擎去跑高速，那不是奔驰，那是报废。根据研究数据，高达40%至55%的停经后，女性有性欲低落的问题，12%至45%的人会性交疼痛。你看，你根本不是一个人，你只是加入了这个庞大却沉默的沙漠姐妹会。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如果只是沙漠化，多用点润滑剂不就行了？为什么连想的念头都没了呢？因为这场荷尔蒙大地震，震央不止在妹妹那里，更在我们的大脑和心里。荷尔蒙水平下降，会直接影响大脑里负责奖励和欲望的区域。研究还揭示了更深层的秘密，荷尔蒙的变化会扰乱大脑里的化学信差，比如多巴胺和血清素。这些信差本来是负责传递快乐、兴奋信号的，现在它们集体迷路了，欲望的指令自然就送不到。更有趣的是，科学家甚至发现，我们的大脑可能还会自己从头合成一些性类固醇，这整件事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。这就好比你大脑里的欲望 APP 被强制降级了，
以前看到帅哥 APP 会叮咚一声跳出通知，发现优质目标是否下载。现在呢，APP 直接闪退或者跳出一个系统维护中，请稍后再试，连启动的欲望都没了，还谈什么后续操作？身体的变化会引发一连串的心理海啸，典型的就是身体形象焦虑，感觉自己不再年轻，不再有吸引力，觉得女性特质正在结束。这就像你的美女会员卡突然到期，让你对自己失去了自信。双向恶性循环，这一点超重要。研究表明，性功能障碍和忧郁、焦虑是双向奔赴的。也就是说，性生活不顺利会让你心情低落，而心情一低落，你就更不想要性生活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，把自己牢牢困住。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它是一个双人舞。如果你的舞伴健康状况不佳，比如他自己也有勃起功能障碍 （ED），或者他根本不理解你的变化，只会抱怨和施压，那这支舞还怎么跳得下去？有一个词叫伴侣更年期 （couple pause）。就像开头那个故事里的丈夫，他显然没有把妻子的变化当成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健康问题，而是当成妻子对他个人的拒绝。他没有选择沟通和寻求帮助，而是向外寻求补偿。这不仅是自私，更是无知。好了，分析完问题，最重要的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，等着被沙漠化，等着被抛弃吗？ No， 大写的 No。其实现代医学很发达，我们有一整套的自救手册，从非荷尔蒙到荷尔蒙，从心理到生理，应有尽有。第一步，寻求专业帮助，去看医生，而且是主动去问，不要觉得害羞，医生又不是算命的，你没有说他怎么会知道？请你勇敢地告诉医生你的困扰，性欲下降，干涩疼痛，把医生当成你最专业的军师，他手上的武器库远比你想象的要丰富。对于妹妹沙漠化局部雌激素疗法是第一线首选，它安全有效，而且全身吸收极少，连很多荷尔蒙相关癌症的幸存者都可以用。如果局部治疗不方便，还有口服的 Aspamifene 或组织选择性雌激素复合体 TSEC， 它们就像是精准导弹，专门针对阴道萎缩问题进行改善。如果欲望真的人间蒸发了，在医生严密监控下，可以考虑睾固酮疗法。这就像给你的欲望引擎加点涡轮增压，甚至医学界还开发出了直接作用于大脑中枢神经的药物，比如被称为女性伟哥的 Flibanserin， 专门用来唤醒沉睡的性欲。还有高科技选项，比如镭射疗法，透过刺激胶原蛋白增生来改善阴道功能。你看，你的选择是不是很多？千万不要自己硬扛。第二步，润滑剂和保湿剂是你的急救包，这些非荷尔蒙产品对于轻中度的阴道干燥非常有效。保湿剂就像是给你的雨林定期浇水，而润滑剂则是在性生活时给你加一层保护膜。别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方式。第三步，与伴侣重新恋爱，同时也给自己的心灵做SPA。性不只有身体的接触，它可以是牵手，是拥抱，是共读一本书，是彼此依偎着看一部电影。如果心理上的结打不开，研究也给了我们指引，心理介入措施非常重要，像是认知行为疗法。所以与其把性生活当成一种任务，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游戏，去探索新的玩法，新的亲密方式。开放坦诚地和你的另一半沟通，告诉他你的感受，以听听他的想法。请把这个影片的重点分享给你的另一半，告诉他你爱的那个他正在经历一场身体的战争，这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对你的拒绝，而你可以成为他最强大的盟友，而不是把他推向深渊的帮凶。我再说点最现实也是最残酷的故事里的女主角，最终的痛苦来自哪里？不仅仅是更年期，不仅仅是背叛，还有她身为家庭主妇缺乏谋生手段，在离婚面前的无助和恐惧。所以姐妹们，从现在开始，请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也请你永远不要放弃提升自己，让自己独立的权利。因为当你足够强大，才不会有人有机会用你的弱点来伤害你。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，但我希望这些真实的故事和科学的数据能给你们带来一丝光亮。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一起抱团取暖，
互相支持。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和按赞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！